乌军重拳出击，俄军价值上亿美元的雷达被摧毁。目前，俄本土仅存10套，200架无人机空袭俄本土，俄空军基地遭受重创，苏系战机受损严重。中东局势动荡，以色列空袭俄军驻叙利亚军事基地，以色列内阁筹划对伊朗报复计划，准备袭击伊朗核设施。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布消息称，10月3日上午，乌军使用美制陆军战术导弹 ATACMS 对俄本土发动袭击，成功摧毁俄罗斯远程雷达。根据乌军方在社交媒体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显示，此次摧毁的是俄罗斯天空 M 远程雷达站，总价值超过1亿美元。不过，在乌军声明中并未透露被摧毁的天空 M 雷达的具体部署位置。截至目前，乌军已经摧毁多套天空 M 远程雷达，最近一次是在今年5月中旬。当时，乌克兰情报人士表示，乌军针对库里米亚的俄军目标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成功摧毁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远程雷达探测综合设施，如今再次摧毁一套。截至目前，乌克兰军方认为，俄军目前只剩下10套天空 M 雷达还可以运转。其实，天空 M 雷达并非俄罗斯最新研制的，而是90年代末俄罗斯在天空雷达改进的。当时俄罗斯希望研制一种可以装备在军用战术通信车上的远程低空雷达系统，设计代号 555K6M， 后来在2002年改名为天空 M。2012年开始装备俄军，这套雷达系统能够追踪中高空目标，由一座100千瓦的发电站和一个指挥站以及一个雷达系统组成。其中雷达部分由3部分分别工作在厘米、分米以及米波段的雷达组成。这3个波段的雷达既可以组合运用，又能分别进行探测，并具备一定的反隐身目标能力。作为一款机动性雷达，天空 M 雷达配备了布朗斯克型8×8轮式汽车底盘，具备非常高的越野性能、机动性能。根据俄罗斯公布的数据显示，天空 M 雷达最大探测高度75公里，最远探测距离达到600公里。在启动单向探测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探测到1800公里外来袭的弹道导弹，探测最大覆盖100多平方公里，能够24小时不间断运转。此前，俄罗斯军工负责人还声称能够有效探测美军装备的 F-2与 F-35隐身战斗机。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么强悍的雷达系统却被乌军利用无人机摧毁了。难道俄军在装备该系统的时候，天空 M 还没升级到可探测无人机目标吗？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的战报显示，在24小时内，俄乌之间爆发了130余次战斗。在哈尔科夫方向，俄军在3日发动了10次进攻，但遭到乌军的强力防御。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同样发动了10次攻势，其中大部分都被乌军阻挡。莱曼方向，俄军仍旧没有放弃对马基耶夫卡、诺沃萨多沃、托尔斯基以及德罗尼夫卡地区的进攻。恰索夫亚尔方向，北翼俄军的所有进攻都被击退。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乌军自杀式无人机与侦察无人机始终保持全天候的工作，确保装甲支援的俄军在田野上损失惨重。哈尔科夫方向，俄军曾对乌军位于沃夫昌斯克和斯塔雷齐亚地区的阵地发动多次袭击，并向切尔卡斯克洛佐瓦、斯塔雷齐亚和博奇科沃投下了10枚航空炸弹。与此同时，俄乌之间还进行了大规模袭击行动。10月3日，北约新任秘书长吕特与泽连斯基在基辅会面。稍早时间，俄军利用无人机与导弹对乌克兰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根据乌克兰空军报道，在3日凌晨，乌克兰防空部队在15个地区击落78架俄军无人机。乌克兰基辅军管局负责人表示，有15架无人机在基辅上空被击落，袭击持续了5个多小时。乌克兰国家警察表示，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进行炮击，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赫尔松军管局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了赫尔松境内的一辆汽车，造成司机受伤。哈尔科夫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在3日白天，俄军对哈尔科夫地区的多个定居点发动炮击，尤其是库皮扬斯克方向，造成一栋教育机构大楼与一栋公寓受损。当然，乌克兰也没闲着，同样对俄本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10月3日，乌军利用无人机对靠近俄乌边境的多个地区发动袭击，值班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13架无人机，其中别尔哥罗德上空73架，沃罗涅日州上空25架，库尔斯克州上空14架，布朗斯克州上空1架。
除此之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乌军出动数十架无人机，在10月3日凌晨对沃罗涅日州鲍里索格列布斯克空军基地发动袭击，以此来削弱俄军发射航空炸弹的能力。根据报道，这座机场此前是空天军主要是雅克130高级训练机基地，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成为专门对乌克兰境内发动空袭的前线阵地。俄空天军在该机场部署了大量的苏34与苏35战机。在乌军发动袭击的时候，还有俄罗斯人在社交媒体上抱怨，当地有大量无人机飞过，机场附近还发生了强烈爆炸与火灾。乌克兰内务部部长顾问安东·格拉先科表示，在此次袭击中，俄军储存 KAB 精确制导航空炸弹的仓库被摧毁，该机场的苏34、苏35战机以及航空燃料储存点同样受损严重。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架空天军的战机受损，不过卫星图像显示，该地区至少发生了4次火灾。另外，莫斯科再次发生事故，在当地的 Zelenbro 火车站，一列火车脱轨。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列火车当时正在为俄军运输后勤物资，目前尚未确定是否是乌军发动的袭击。与此同时，还有一件事情引起国际热议。在9月30日，有人发布消息称，俄军在红军方向对乌军战俘实施处决。随后，乌克兰媒体对该事件进行通报，指因这16名乌军士兵拒绝投降。在事件发生之后，北约成员国立陶宛立即做出反应，其外交部召见俄罗斯驻立陶宛大使馆代表，对此事进行了强烈抗议。根据媒体报道，第2届国际国防工业论坛在基辅召开，超过280家国防公司参与。在开幕会上，泽连斯基证实乌克兰国产弹道导弹试射成功，同时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将继续生产海王星导弹。在2025年，乌克兰将增加无人机、远程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的产量。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表示，目前乌克兰工业已经获得了40亿美元投资，并计划在明年增加资金，优先发展无人机与远程武器，并且在今年年底，乌克兰还将公布大型导弹计划。另外，有乌克兰官员表示，得益于北约国家的支持与合作，俄军与乌军之间的火炮比例已经从1:8下降到1:3。目前已经有多家防务公司在乌克兰境内开设工厂，建设分支机构。这种长效的军工复合体模式将助力乌克兰国防力量的提升。与此同时，中东地区局势再次升级。有消息显示，俄罗斯驻叙利亚军事基地遭到以色列的袭击。当地时间10月4日，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10月3日晚，伊拉克民兵组织对以色列南部地区发射了无人机，以军成功对其进行了拦截。与此同时，在10月4日上午，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北部的加利利地区再次响起了防空警报，目前暂无人员伤亡信息。另外，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在继加沙、黎巴嫩之后，以色列似乎开启了第3战场。米姆空军基地与贾普莱机场疑似遭到空袭轰炸，并有一处弹药库遭到摧毁。消息显示，此次袭击可能是以色列无人机与导弹袭击。在袭击发生后，俄罗斯与叙利亚启动了防空系统，整个拦截过程持续了近1个小时。有当地媒体表示，此次袭击的目标可能是贾普莱机场内一架伊朗军用飞机。另有一家当地电视台表示，以色列不止动用了无人机，同时还利用海军舰艇发射了30枚以上的导弹，轰炸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与此同时，以色列官员透露，未来数天内，以色列将对伊朗实施重大报复行动。其实，从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伊朗袭击已经铸成大错，以色列将展开报复行动。根据外界推测，目前以色列应该处于筹备和准备阶段。美国方面表示，空袭将是以色列的第一选择，因为以色列最大的优势就是空中力量。目前，以色列正在进行空袭作战准备，48架战机正在备战，大量精确制导武器已经准备完毕。此外，以色列还有第2选项，那就是网络攻击。当然，这个选项是与第1选项相配合的。如果能在空袭之前先对伊朗发动网络攻击，这样能保证空袭行动的顺利执行。除此之外，以色列可能会采取多元化袭击，包括对伊朗石油设施、关键防空设施、军事指挥设施，甚至是核设施，这些都是以色列报复的选项。火力军不排除以色列此次空袭作战的行动力度与强度高于4月份伊朗袭击以色列之后的行动。你们觉得呢？据自由时报报道，英国皇家空军于今日对外宣称，已为台风战机安装了新型 ICRESMK2 雷达系统，并在南开斯特进行首飞测试。ICRESMK2 由莱昂纳多公司研制，并由贝伊系统公司协助进行飞行测试。该系统在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基础上，采用多功能阵列设计，
并置入诸多收发元件，能够分析敌方雷达的电磁频谱，还可以运用电子战手段弱化敌方防空系统。英国皇家空军表示，如果此次飞行测试数据达标的话，那么这款新型雷达不仅能够大幅增强英国自身战力，未来还可协助北约提升战力。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向美国司法部通报内容显示，其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发现了部分生产问题。造船厂为美国海军现役潜艇与航母建造的部分非关键部件，可能存在蓄意制造的焊接缺陷。根据报道，在今年9月下旬，负责研发与采购的海军助理部长尼克拉斯·格廷向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与海军作战部长丽萨·弗兰凯蒂提供的信息显示，亨廷顿简·英格尔斯公司向海军通报称，在建造潜艇与福特级航母时，工人没有按照正确的技术来进行焊接，而其中一些焊接错误甚至是蓄意为之，从而导致新建现役的潜艇与福特级航母存在缺陷。在得知该事件后，美国海军表示正在对焊接问题的严重程度展开调查。作为美国生产核动力舰船的2家造船厂之一，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与通用动力电船公司合作，帮助美国海军进行建造工作，包括福特级航母、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与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船首和船尾部分。根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大会议上表示，美国与英国正在让欧洲与俄罗斯发生冲突。拉夫罗夫发出警告，这是自杀式冒险行为，与俄罗斯这样的核大国发生冲突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情况就像美英在1945年5月所计划的那样，准备在二战结束之前制定好摧毁苏联的策略。拉夫罗夫表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北约东扩对俄罗斯造成了直接威胁。虽然俄乌冲突爆发了，但俄罗斯不会放弃与欧洲之间的对话。在联大会议发言结束之后，拉夫罗夫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俄罗斯欢迎任何能够从根源解决俄乌冲突的倡议。自从 F-16进入乌克兰战场之后，俄军就一直将其视为眼中钉，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摧毁这些援助的 F-16战机。但在9月28日，乌克兰媒体表示，俄乌社交媒体上流传了乌军 F-16在俄军空袭中被摧毁的各种消息。根据俄罗斯媒体早先流传的报道显示，9月26日凌晨，俄军对乌克兰旧康迪坦丁诺夫机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与导弹袭击。在此次袭击中，至少2架 F-16被俄空天军的匕首导弹摧毁。俄罗斯媒体表示，当时这2架 F-16正在紧急起飞，但遭到了空天军的导弹打击。另外还有消息人士声称，至少有4架 F-16被摧毁。与此同时，乌克兰媒体表示，旧康斯坦丁诺夫机场一直是乌克兰空军的主要基地。外界普遍认为，这座机场拥有指挥塔、雷达站以及生产高压空气和净化航空煤油的小型工厂等设施，是乌军部署 F-16的最佳基地。所以在 F-16抵达乌克兰境内之前，俄军就多次对该基地发动袭击。截至目前，针对 F-16被摧毁的消息，俄乌双方都未积极回应。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空天军真的摧毁了2架甚至是4架 F-16，霍利军觉得俄罗斯肯定不会这么平静。你们觉得呢？据美国媒体报道，外力美国海军与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签署了2份合同，其中第一份价值 57.99 亿美元的固定价格合同，包括3艘圣安东尼奥级2栖攻击舰，分别为 IOPD-33、IOPD-34 和 IOPD-35。目前，该公司积压的订单还有3艘，包括正在建造的哈里斯堡号、匹兹堡号以及还未开工的费城号。建造工作将在密西西比州的帕斯卡古拉以及弗吉尼亚州的克罗泽特等造船厂进行，预计将于2035年9月完工。第2份固定价格合同的价值为 36.73 亿美元，会造一艘美国级2栖攻击舰哈尔曼德省号。目前该公司积压的订单还有2艘，包括正在建造的布甘梅尔号和费卢杰。
建造工作将在密西西比州的帕斯开库拉以及威斯康星州的梅诺莫尼等造船厂进行，预计将于2033年9月完工。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表示，自2018年和2019年2架波音737 MAX 飞机坠毁，造成346人遇难后，波音公司的质量控制和生产流程开始备受质疑。为此，美国一度暂停此类型飞机的生产工作，并进行了深度调查。随后发现问题大多都出现在飞机的方向舵执行器上。该型飞机的方向舵由美国柯林斯公司生产。自2017年2月以来，柯林斯已向波音交付数批方向舵执行器，目前已查出有353个存在问题。尽管两家公司后续仍进行了深度排查和修整，但在今年2月，一架波音737 MAX-8 飞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发生事故，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方向舵踏板再次被卡住。因此，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认为，目前部分波音737飞机的方向舵控制系统依然存在风险。据南德意志报报道，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科考船一直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等地区徘徊，外司在进行监视行动。对此，周边国家采取了反跟踪措施，先后追踪了72艘俄罗斯科考船。另外，其调查数据显示，这些船只已经在周边海域进行了428次航行，其中在最近几个月内，这些船只的活动频率和范围有所增加。已发现部分船只以低速进入几个欧盟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需要注意的是，经过数据比对，这些俄罗斯科考船大多都会选择靠近天然气管道、数据电缆和海上风电场等重要基础设施的海域航行。因此，有专家认为，俄罗斯可能会进行潜在的破坏行动。据防卫博客报道，俄罗斯在克赤海峡图兹拉岛的高塔上部署了2套铠甲 S-1M 防空系统，而在加强克里米亚大桥的防御。铠甲 S-1M 是铠甲 S-M 的出口版本，与标准型铠甲 S-1相比，其具备更强的战场效能，可以攻击更高更远的空中目标，并提供反制飞机、直升机、巡航导弹以及战术弹道导弹的全面防御能力。据莫斯科时报报道，在第79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布基纳法索外长特拉奥雷签署了一份关于太空协议。据悉，布基纳法索被世界银行归类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该国在2022年的 GDP 约为195亿美元，折合到人均只有859美元，超过40%的公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另外，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布基纳法索在189个国家中排名第180位。因此，不管是从经济、战力等各个方面，布基纳法索都无法帮助到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为何会和该国签署太空协议呢？其实，这不是第一个与俄罗斯签署太空协议的非洲国家。近年来，俄罗斯与乌干达、多哥、色拉利昂、布隆迪和苏里南，以及各大洲的其他非航天国家，基本上都签订了类似的协议。很显然，绝大多数参与此项倡议的国家，在原则上并不能将武器送入太空，因此与俄罗斯签署的太空协议对这些国家并没有任何实际影响。但是对于国际局势而言，这将导致美国及其盟国倡导的开发太空打击武器系统可能会面临着一定的压力。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美国陆军部队在对军费加油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这增加了相应作战部署行动的风险。为此，美国陆军决定优化这一流程。在美国陆军的一项声明中显示，其正在启动直升机应急加油行动项目，通过引入更快的泵系统，以及机器人加油和人工智能等元素，来实现更快更安全的加油方式。而战斗航空旅发言人比迪亚表示，陆军的目标是在30个月内，将该项目从技术理论阶段发展到实际部署阶段。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你们觉得俄乌战场在乌军失去武勒达尔之后，该怎么调整战场策略？另外，在中东战场，以色列真的对俄罗斯军事基地发动袭击了吗？如果真是以色列的话，袭击俄军事基地的目的是什么？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